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首哥科科，我是首哥。今天因为是台风假的关系，所以我在家里用手机快速录了这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那因为呢，苹果最近喜欢搞偷袭风，那他又在昨天晚上突然发布了MacBook Pro 还有 M4 的 Pro 还有 Max 这两款处理器。那今天这集影片呢，首哥要来跟大家详细的分析 M4 Pro 和 M4 Max 这三个处理器的各个特色，还有它到底升级了多少，改变了哪些东西，以及我会建议大家要选择这三款处理器的时候，该选择哪一款来怎么挑。好，那我们今天就快速的进重点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目前为止 ，Apple 总共推出了3颗 M4 处理器，分别是 M4 Pro， 还有目前最高级的 M4 Max。那至于会不会有 Ultra， 我觉得也应该会有，但可能要晚一点，比如说今年9月以后，看市场状况。不过我觉得对于苹果使用者，或者是你是 AI 的使用者来说，这3个处理器在市场上，不管是 PC 啊、平板啊、手机啊，这3个处理器基本上够强。那我们就来一颗一颗来看一下这3颗处理器的硬体配置。第一个，我们看到入门级的 M4 处理器，它的 CPU 配置是10核心哈，它的10核心分别是4个效能核心跟6个节能核心，所以也就是说，这颗处理器它在节能上会比较多一点啊，在效能上它会少一点。那对于一些轻中度的使用者来说，这颗 M4 是比较适合你的啊。那当然呢，它的效能也没太差哈，它的处理器和去年一样都是10核心。那另外呢，今年它的这个记忆体的部分啊，它的 Unified Memory 统一记忆体从去年24GB 提升到最大32GB。所以说，如果说你是一些虽然说不是重度使用，但是你想要开多一点程式不卡顿，开多一点网页不卡顿，或者是你想要同时多工处理的话，那今年这个 M4 处理器32GB 的记忆体蛮够你用的哈。那再来记忆体的频宽哈，今年也有一些提升哈，从去年100出忘了多少，它100多，小幅提升到120GB 左右哈每秒。那另外呢，在这个AI 的资源方面，它一样提供16核心的神经网络引擎。据苹果的说法哈，今年 M4 搭载的这个 Neural Engine 运算效能比之前强了3倍。那另外 M4 它搭载的 Thunderbolt 4啊，所以你可以拿来接外接显卡、外接储存设备，或者是外接网络高速网络设备都可以。那另外呢，它在外接显示器的部分，它可以支援外接2台高解析度的这个萤幕。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M4 Pro 的部分。M4 Pro 它有2个版本最高可以到14核心。它2个版本分别是这一次推出的10+4核10个效能核心，6个节能核心。另外一个是目前最新的，也就是前天发表的 Mac Mini 上面使用的6+6核心，就是6个效能核心，6个节能核心它有这2种配置。根据苹果的说法它的 AI 运算效能比目前Intel 刚出的这个 Core Ultra 7V 258V 吧来快了2.1倍。那它的 GPU 有2种10+4核14核的是20核的 CPU， 那6+6核就是 Mac Mini 使用的版本，它是16核的 CPU 不一样，但是它的 GPU 的运算效率都非常不错。那另外呢，今年 M4 Pro 我觉得它升级最大的就是在它的记忆体上面记忆体去年它最大只支援到36GB， 今年大幅提升，直接让你最高支援到64GB 所以你买 M4 Pro 最高可以用到64GB 这个对一般人，不管你是写程式跑资料，甚至是你要做影音处理这个64GB 其实都已经是蛮够用的一个等级了另外有一个我觉得是3个处理器最大的亮点，就是记忆体频宽今年 M4 Pro 它直接把记忆体频宽一口气拉了75%，达到273GB 每秒这个提升非常大。那另外呢 M4 Pro 它也支援 Thunderbolt 5它每一秒传输速度可以到达120GB， 所以像有些网友在这个 Facebook 留言跟首哥说内建储存空间太贵，没关系，你可以外接硬碟因为 Thunderbolt 5的传输速度，外接硬碟来当开机点，其实我觉得也相当够用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最高阶的 M4 Max， 那它目前的配置是最多16个核心，就是12个效能核心加上4个节能核心。那另外它还有一个版本是10个效能核心加4个节能核心。那在 GPU 方面呢 ，M4 Max 的 GPU 就明显比其他2款高出不少2个版本的 GPU 分别是16核版本CPU 16核版本的，它的 GPU 共有40个
那 CPU 14核版本的呢，它的 GPU 有32核，那它支援的记忆体呢，最高来到128GB 哈。大家记得哦，这个128GB 是 Unified Memory， 也就是说它的显示卡跟它的处理器还有它的其他设备都可以共用这些记忆体。比如说，如果今天要做 AI 运算的话，你买其他一般 PC 的显卡，可能你买到16GB 就已经很多了哈。但是如果是 M4 Max 的话，这128GB 都可以让系统去调配使用，所以使用起来会相当有弹性，你就不会被显卡的记忆体绑住哈，所有的记忆体都共用在一起。那在记忆体频宽上面呢 ，M4 Max 它频宽也非常大，1秒传输速度可以到达546 Gigabit。那一样哦，它支援的记忆体大小还是有分的。我们刚刚讲16核的，它最高可以支援到128GB 记忆体，但如果是14核的话呢，它最高只支援到36GB 啊，这个是蛮妙的哈。目前看到是这样子，我不晓得说以后会不会有开放其他的选择哈，因为目前这个苹果它开放出来的电脑的选项啊不是很多了哈，目前看到是这样子。另外呢，它还强化了 Media Engine 啊，就是影片编码的部分啊，包含有2个影片编码引擎，还有2个 ProRes 的加速器。那当然，它也支援 Thunderbolt， 每秒可以传送120GB 的这个资料。那整体来说啊，这几个处理器到底升级了什么呢？这边就一个一个帮大家整理一下。首先呢 ，M4 Pro 它有最多14个核心，包含10个效能核心，还有4个节能核心。M4 Max 呢，它最多有16个核心，包含12个效能核心，还有4个节能核心。这样的配置让你使用 M4 Pro 或 M4 Max 这2个处理器，在你需要一些重载的使用情况下它这个多核心，尤其是多效能核心。这个配置下它就可以帮你去分担这些比较重负担的这些工作那提升你的整体的运算性能。那在性能比较上面呢 ，M4 Pro 的 CPU 它比 M1 Pro 的 CPU 快了 1.9 倍快2倍。那 M4 Max 的 CPU 呢，比 M1 Max 的 CPU 快了 2.2 倍这个是有差的那比起目前友商的最新 AI 镜片苹果号称可以最高有 2.5 倍的这个差距那在 GPU 方面呢 ，M4 Pro 它的 GPU 最高我们刚刚讲20个核心，那处理效能呢是 M4 的2倍，比最新的 AI PC 的镜片快了 2.4 倍，这个也是苹果说的那 M4 Max 它的 GPU 更多了最多有40核心就我们刚刚讲的16核的那个版本那效能比 M1 Max 快了 1.9 倍也是快2倍了那比起友商的 AI PC 芯片快了4倍。那这样子多核心的运算意味着说你在做一些图形处理、游戏画面的绘制，或者是你在处理一些3D 的运算工作的时候可以更快的去 render 这个复杂的图形资料让你的整个工作游戏的过程可以更顺畅另外，苹果今年也加强了 Ray Tracing 就是光追引擎的这个体验优化。M4 Pro 跟 M4 Max 这2款晶片的 GPU 它都基于前一代的突破性架构打造，而且具备更快的核心，还有速度提高2倍的光追引擎所以如果说你在建构一些3D 场景，或者是你有一些游戏大量的使用光追的效果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得出这个效能上的这个差异。那记忆体的部分，我们看到今年也提升了不少记忆体容量提升，意味着你可以处理更大型的档案，执行更多这种记忆体密集的应用程式，比如说 AI 影片的处理或是你要写程式、跑资料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一些比较大量的记忆体或者是你要在你的电脑上面跑很多虚拟机器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记忆体。所以今年的记忆体普遍每一款记忆体能支援的记忆体都上升了不少，所以你在使用这些应用的时候相对的你会更有弹性。再来就是记忆体频宽的提高，更多的记忆体频宽也确保了资料在晶片和记忆体之间它的传输可以更快速，也提高了系统整体的回应速度，尤其是你在处理大量资料的操作的时候。M4 Pro 这个是首哥一直说今年 M4 Pro 就是大礼它记忆体频宽直接从 150GB 每秒暴增到 273GB 比 M3 Pro 提高了 75%。那 M4 Max 的部分，它的记忆体频宽就直接是 double 了，变成每秒546GB。那 M4 呢，则是小幅升级
每秒从100出到120GB 那再来是这个连线能力也有提升了那除了 M4 用 Thunderbolt 4以外 ，M4 Pro 跟 M4 Max 今年在 Mac 上面都可以支援 Thunderbolt 5就是每秒钟可以传输的资料量达到120GB 是 Thunderbolt 4的2倍以上这个对于你要接一些外接的储存设备或是高速的网络设备，其实Thunderbolt 5对你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一般在家里使用家用可能没差，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些专业人员，比如说像有些拍影片出去拍就是 4K 8K 那个档案一来就是30-40G 甚至300G 的那这个 Thunderbolt 5就可以让你更快速的去把这些档案传输完毕最后呢，首哥把 M4 跟 M3 处理器的效能比较做一个统整苹果没有做完整的比较，但是我在收集了各方的数据以后那把它做一个换算，我们来看一下 M4 跟 M3 到底差了多少。首先我们看一下 M4 的部分M4 的 GPU 比起 M3 GPU 提升了21.21%的效能 ，CPU 提升33.33%其实2成到3成的提升已经也算不错再来我们看 M4， 我们先看 M4 的部分 ，M4 的部分 GPU 跟 CPU 提升27%到22.2%，那这个提升跟 M4 其实差不多也都算是有感的提升了。但是呢，最有感的就是这个 M4 Pro， 我们刚刚讲到M4 Pro 今年不止最大支援的记忆体提升到64G， 另外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它的记忆体频宽从每秒120GB 提升75%，来到273GB 这两个提升一口气把 M4 的效能拉高很多。从这个比较表很明显看到 M4 Pro GPU 比去年的 M3 Pro 的 GPU 提升了42.86%的效能。那在 CPU 方面提升更多，提升58.33%的效能那今年的 Mac Pro 我觉得如果说买 Mac Mini 19900块很香 ，M4 Pro 跟 M3 Pro 比起来M4 真的香赞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M4 处理器目前搭配的MacBook Pro 还有 MacBook Mini 我们要怎么来挑？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格首先我们看一下 MacBook Pro 那它有2种尺寸，14、16寸的那个14寸的有 M4 版本16寸的只有搭载 M4 Pro 跟 M4 Max 处理器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些猫腻，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点进来我点这一台 36GB 这个是搭 M4 Max 进来，我看一下。这边可以看一下，其实进来的时候你可以选在处理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M4 Max 它有2种版本，一个是14核，一个是16核的14核在 MacBook Pro 上面它能选的记忆体只有36GB 那这个可能是因为笔电的关系所以它不能再往上选，就 36GB， 但是连 48GB 都没有，这很奇怪。我们大家看一下那 M4 Max 16核的话，它就可以选48、64、128GB 这三种版本的记忆体所以这边大家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如果说你要这个记忆体比较大的基本上比如说你要48GB 超过36GB 的，基本上你就只能选择16核的 M4 Max 那这个如果说你要36GB 就够用你要入门级的 M4 Max 的话，那基本上你就选这个14核的它就搭 36GB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苹果的市场考量这个价格你也大家可以看一下入门的比如说这个 M4 Max 16核的，它的入门价格就是134900块钱那如果说你要加到 128G 的话苹果加什么最贵？加记忆体跟加储存空间最贵所以你看它加到 128G 就要350001T 的储存装置加到8T 要加77000那也有人留言这首歌这边留言说那我就外接就好了那我看了一下，其实可以，因为今年 MacBook Pro 它只有 Thunderbolt 5，所以说如果你不想要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内建的 SSD 这么贵，但是效能又不一定是最顶的话，那我也蛮推荐你去选一个比较好的 Thunderbolt 5的外接盒，然后选一个比较好的 SSD 那你相对的可以用比较划算的价格然后来换到这些容量，而且你还可以保有 Thunderbolt 5它这个高速传输的特性
这是 OK 的，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那 M4 这边我们刚刚虽然提到 M4 有2种 ，M4 Pro 有2种啊，不过一种是目前呢是给 Mac Mini 用的哈，那给 MVP 用的呢就是这个14核的啊 M4 Pro。那虽然根据苹果的规格哈 ，M4 Pro 最大支援的记忆体可以到64GB， 但是目前苹果给 M4 Pro 在 MacBook Pro 上面啊，它搭载的记忆体最高只有48GB 啊，64GB 在这里啊看得到选不到哈，苹果不给你选哈，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哈。M4 Pro 在 MacBook Pro 上面最高啊可以买的记忆体是48GB 啊。不过相对其他的型号，我觉得哈，不管你是你要跑这个图形处理的，还是你要跑 3D 运算的，还是你要跑影像绘制的，或者是你要跑 AI 的啊，48GB 的记忆体其实已经可以让你跑够大的模型了哈。像我们一般有8G、12GB 的记忆体，你可能跑个7B、12B 的模型，你大概记忆体就满了。这个48GB 的 Unified Memory 让你用哇，这个可以跑比较大的模型哈，比较大型的模型，当然那个它运算出来的结果更精准。那另外这个储存装置的部分呢，当然了哈，跟我们刚刚看到一样哈，就是你想要这个就是贵啊，要加这个容量就是贵，加到4TB 要多少钱？2万1啊，加2TB 要多少钱啊？14000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如果你不想要内建，那你就自己我就建议你可以自己去外接，也是划算啊，因为省下来是蛮多钱的。那在 Mini 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Mini 部分就相对简单一点哈，它就是搭载 M4 跟 M4 Pro 这2颗处理器哈。那 M4 基本上它没有太多的选择，它基本上它都一样，它只有一种规格。那在 M4 Pro 的部分呢，它就是这边这一个选项让你选 M4 Pro 的部分。M4 Pro 的部分呢，Mac Mini 它就有2个版本让你选的，12核跟14核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下，12核的它一样最多哈，这边可以选到64GB 啊。那14核的一样可以选64GB 哈。所以 Mac Mini 这在记忆体的选择上就没有像 MacBook Pro 那么的限制啊，因为可能体积的关系，它里面可以搭载的记忆体也比较多。不过我这2天也听到一个蛮有趣的说法哈，大家也知道。Mac Mini 今年的体积缩小了非常多哈，这大概这么小哦，这大概量了一下就这么小啊，所以有一些人就开玩笑说，哇，那今年我不要买 MacBook Pro 了啊，因为体积小又贵啊，我今年就买这个入门价19900的这个 Mac Mini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你只要带着一条线啊，然后带着一台小 Mac Mini 出门就可以了啊。不过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再去买一个那个啦。HDMI 的这个随身的萤幕，不过这个现在也蛮好买的哈，因为华硕这些电竞大厂其实他们都有做一些规格还不错的随身型萤幕，我觉得或许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考量了哈。如果你真的不想要买电脑那么贵的话，那 Mac Mini 让你用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更高性能的这个笔电哈，有点像你在买 PC 我自己用 PC 凑一块，一个蛮有趣的想法我觉得或许哪一天我在外面也看到真的有人这样用，也说不定。好，以上呢就是首哥跟大家整理分享今年有关 M4 处理器的各个功能比较性能比较，还有M4 搭配在 Mac Mini 还有 MacBook Pro 上面要怎么去挑选要注意的哪些规格。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大家拜。